英伟达黄老板在社交平台上发了自己的第一条公开推文啊，没发什么震撼全球的新一代核弹芯片，也没有发什么财报喜报，而是直接甩出了一封名为《开放权重与美国 AI 领导力的联名公开信》。紧随其后啊，这个画面就很魔幻了。微软的这个纳德拉啊 ，Meta 的小扎，天天喊着上火星的马斯克，这帮平时在商战里恨不得把对方脑浆子打出来的全球科技顶级大佬，在短短24小时之内整齐划一的排队转发表态。那联署企业直接就翻倍冲到了50家，把从底层芯片、云服务到开源社区，再到顶级风投的整个硅谷全产业链都给包圆了。这帮大佬集体逼宫华盛顿啊，看着像是在吵 AI 到底是应该开源还是闭源，但实际上核心导火索就一个，就是中国开源大模型不可逆的强势崛起。之前美国部分政客啊，联合 OpenAI 这帮搞闭源的企业，天天拿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当借口，在国会山疯狂游说啊，非要限制甚至全面封杀美国的初创企业使用我们的开源模型。结果现在好了，半个硅谷集体跳出来啊，指着政客的鼻子说不，甚至呢公开给中国模型的技术价值站台背书。现在啊，可以说美国的这个政治正确已然无法框定资本对于降本增效的极致追求了。这真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呀！现在根本不是闭着眼睛烧钱的周期了啊！那这件事情背后呢，其实是美国 AI 产业两大阵营的一个深刻的利益分裂。以 OpenAI 为代表的闭源厂商玩的是典型的美式制度霸权那一套啊，他们打着安全的旗号，拼命想抬高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来巩固自己的技术垄断，本质上就是想当 AI 时代的 Swift 系统嘛，把控定价权，然后躺着收全行业的顾路费。但是这种垄断对于硅谷的另一半来说，那就是要了亲命了啊！科技巨头们集体反对封禁，从来不是因为他们对我们有什么善意，而是基于最基本的现实的商业逻辑。你看黄仁勋，他的护城河是算力，对他来说 AI 这玩意儿门槛越低越好，最好全球哪怕是个街边的五金店啊，都能用上 AI， 这样才能催生出海量的 GPU 算力的需求。不管这大模型是谁造的啊，中国的还是美国的，底层算力你总得买英伟达的卡吧。这要是按政客搞封禁那一套，把创业企业的成本搞得奇高无比，大家都玩不起了，英伟达的报表还怎么看？黄老板自己都直白的说，优秀的模型被广泛的使用，就是在推动整个行业规模的扩张。这种把全球 AI 普惠化带来的海量新增的订单远远大于那几个闭源模型能给它的增量。那对微软这种云服务巨头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虽然啊，微软重金砸了 OpenAI， 但是作为一家云厂商，这个平台上绝不可能只卖一种死贵的闭源模型啊，否则你就会被单一的供应商深度绑定了，这在商业上可是相当危险的。引入高性价比的啊，我国的开源模型不仅能给客户提供更多元的选择，降低整个企业云的使用成本，更是制衡 OpenAI 的一张底牌。业内其实早就门儿清了，微软内部在很多非核心业务场景里早就开始使用我们的开源模型做替代了，实打实的它就能压缩成本啊。在资本的账本面前，谁家的大模型便宜更好用，谁就是最好的合作伙伴。至于 Meta 这种本身就扛着开源大旗对抗垄断的玩家，还有那些靠开源生态繁荣才能活下去的社区和风投机构，限制我国的开源模型就等于直接刨了他们的祖坟了。而现在呢，华盛顿那帮政客啊，正干的事儿其实就是在猛踹啊自家科技霸权那条好腿。其实就在巨头们发生的前2天，200多家硅谷的初创企业就已经先急眼了啊，联名警告美国政府说，封禁中国的大模型会直接扼杀美国的本土创新。从地缘和产业的宏观逻辑来看，开源模型的代码和权重一旦公开，就是在全球互联网上自由流动的，你弄个行政禁令其实根本阻止不了模型的扩散。如果美国强行封禁，结果就是欧洲的开发者、中东的土豪们、东南亚的工厂全都在用着极其便宜高效的中国模型啊，然后快速迭代，而美国自己的初创公司呢，却只能被迫去买昂贵的本土的闭源服务啊。那其实呢，这就相当于在抬高自己国内的创新成本，然后把创业机会和人才硬生生的推往海外。所以马斯克才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白的说，就算禁用也挡不住技术发展的趋势，那中国极有可能成为 AI 的领导者。他这也不是什么遥远的预测啊，其实看一下实打实的数据，今年春季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的这个报告就显示，咱们研发的开源模型已经拿下了平台41%的月下载份额，直接把美国踹到了第2。截止今年4月，国产的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过去1年暴涨了超过400%。连麻省理工的研究都承认，在发布不满1年的新建模型里，中国模型的下载量已经碾压了包括美国在
在内的所有国家。具体到牌桌上的玩家啊，这里的战斗力就更强悍了。阿里的通义千问系列直接开源了400多款模型，从 0.5B 到 480B 全尺寸覆盖，支持119种语言。这什么概念呢？就是在向全球提供无死角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今年年初，千问系列的累计下载量就超过了10亿次，全球开发者基于它搞出的衍生模型突破了20万个，每天都在以200多个的速度疯狂繁殖，生态规模已经全面反超了 Meta 的 Llama 系列。那单单今年2月这1个月的下载量就干到了 1.5亿次，把欧美其他8个主要模型发布方的总和都按在地上摩擦。不仅是量大啊，更可怕的还是质优价廉。7月份最新的这个 BenchLM 啊开源模型排行榜上面，我们的 Minimax M3 和质朴 GLM 稳坐前2把交椅。DeepSeek 和通义千问的新版也是常年霸榜。在推理和代码生成的这些硬核能力上，咱们的开源模型已经完全不输西方头部的闭源模型。但成本呢？以 DeepSeek V4 Pro 为例啊，它的各项能力都是业界顶尖的，但 API 的调用价格居然连 GPT-5 的1/50都不到。这种极致的性价比啊，对于真正需要把 AI 落地到生产车间和业务流里的全球中小企业来说，那绝对是无可替代的救命稻草。很多同志会觉得啊，我们好不容易研发出来这个技术，然后搞开源，便宜了外国人去赚钱，咱自己的核心技术会不会流失呢？其实这恰恰是我们一个公开的阳谋，我们是在为全球建立更公平、更反映真实市场的这样的技术公共品，而这个技术公共品它是未来生态的一部分。我们掌握了未来生态的构架权，其实就掌握了未来通向新一代技术革命的入场券。西方的模型动不动啊就搞严格的商誉限制和复杂的授权条款，而我们的主流开源模型普遍采用极其友好的宽松协议，多语种支持和端侧部署做得极为丝滑。当东南亚的电商平台、欧洲的制造工厂啊、中东的政务系统全都开始习惯基于中国的开源模型构架去跑业务的时候，这就不是一个临时优势了，也是所谓的垄断难以对我们形成压力的时刻，这就会快速固化为我们新建立的一套生态。别人用的越多，我们的生态就越厚，反馈的数据就越准，底层标准的制定权就越牢固。可以说，哪里能够提供更稳定、性价比更高的算力转化方案，哪里就是全球开发者和新秩序的中心。